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安格斯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3颗水耕兰花的一个生长状况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，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，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、个人经验、我学习到的技巧、兰花欣赏等等等。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通知铃铛，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，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。今天呢，我们会先从中间这一颗开始看，然后看到右边的那一颗，再看到左边的这一颗。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一颗兰花的生长状况，是在它被我换盆之后5个星期做的 update。那现在呢，你看到这边是2月底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照片，基本上呢，中间那片叶子在长。然后呢，它之前长的那几个新的根系啊，也长就是越来越长。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得到。现在这边是3月初的时候，它的一个照片记录。你看到它往下长的那个新的根啊，越来越长，然后这边又有开始冒新的根系出来。这颗兰花呢，其实我都有一直帮它在泡它的这个海带水，就是英文 liquid seaweed。然后你看这边也有新的根从底部开始慢慢的长出来，就是既有的根系上面再重新长出来。我最喜欢看到这种情况，因为这种情况呢，表示这颗兰花啊，就是它的既有根系在水里面的根系是已经适应那样的水根种植方式，所以才会再长新的根出来。那你刚刚看到那个水位，其实大概就是在一半的时候。我通常泡一半的水啊，我都会只泡个大概20-30分钟。然后呢，才会把它倒到剩下1/3左右。那这边你看到的是3月中旬，就是大概又过了10天时候的一个记录。你看它下面那些根系，新的根系长得更强壮了。然后本来往下长的那个根系啊，现在已经就是能够接触到底部。然后往上长的这个根系一样的，它就是粘在杯子的边缘，当做一个固定的这个根系，我就不再去做打扰了。不去打扰它，因为这个根系我那时候讲过，我觉得它的作用就是在固定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底部的根系啊，新的根系长出来是完全对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你基本上一直把它泡着都不太会出问题。这种就是转水跟转成功后长出来的水根，水的适应水的根系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。我在转换水根兰花的初期，我一般都会用这个 liquid seaweed 这个生长激素来让它开根。虽然说这颗兰花是3颗里面根系最好的一颗，我还是有用一点生长激素来帮它开根。原因就是因为新的根系出来，它马上就会适应水的状况，这样子呢，你水耕兰花会比较容易成功。那当然，我不是每一次都一直泡这个生长激素的。我有时候呢，其实大概就是1周泡一泡这个生长激素，我可能休息个1-2天让它干，然后再下一次我其实就是用清水。那现在4月中旬的时候呢，你看我把它取出来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它已经有足够好的根系。能够让这颗兰花有很好的这个补充水分的方式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的这些比较干掉、死掉的根系啊，进行一个清理。那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就是几个月才做一次，像现在这样子剪掉之后，剩下来的就是很明显好的根系，再重新把它摆回去杯子里面。然后呢，再依照你本来的 routine， 就是可能每隔周泡一次海带水，然后每次泡1/3，然后每隔周是用软水、清水来泡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架子上面右边也就是我们的第2颗兰花。这一颗呢，在3月中旬的时候呢，它长出来的这一根啊，就是还没有到很长，但是现在呢，到4月21号的时候呢，你看它的根部已经长到几乎快要接近这个小杯子的底部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就要去做决定了，我是不是要继续用这个小杯子来让它就是盛装？后来我决定不要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要让它继续往下长，让它的根系长长，而不是往平的杯底的方式长出去。一开始就可以用大杯子，但是我用小杯子的原因是因为既然根部没有办法马上接触到底部，我用小杯子，这样相对的我用的水就可以比较少。因为我如果泡清水的话，我是泡逆渗透的水，而它是比较成本比较高的一种水。
再来是我们的第3位主角，也就是架子上最左边的这一颗。当时啊，我换盆之后，我在影片里面也提到，这一颗呢其实是根系长得最不好的一颗，就是我觉得根系是最有问题的一颗。你也看到了哦，它这个当时其实也在冒新的根，但是它的这个根系呢没有长得非常的快。那其实它的原因啊，我猜跟它就是上面的既有的花梗在长次花梗有关系。这一颗就是它有2个老花梗，一个老花梗上面有3个次花梗，另外一个花梗上面有1个。你看它这个就是当时长出来的花苞。但是啊，当时因为是冬天啊，其实我没有很期待说它的这个花苞会开花，而且这一颗花我记得它是相当敏感的。不过最后它还是在4月9号的时候开了1朵花，其他的花苞都枯萎了，都被自己本身吸收掉了，但是就还是至少有1朵花是打开了。那原因就是因为这颗兰花给了很多的这个养分啊跟能量来开花，所以它的根系相对的呢就长得比较慢。所以呢，在建议要养兰花的朋友，如果你是要养兰，不是要赏花的话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呢，你都可以把这个兰花的这个花梗啊直接剪掉，让它能够非常专心的在长它底部根系的部分。那4月中旬的时候呢，我做了一个改变，我就是把它拿出来，把死掉的根系全部修剪因为它现在的根系呢，有长了一些出来了。那为了美观，那也为了说不要让里面太多这些死掉的根系影响水质的情况呢，我就采取了修剪它的死掉根系的这样的动作。那这个就是我一般保持的水位，其实就是每一条根系都是给一点点的水。结一下哦，我不管是给肥料还是给生长激素，我的浓度永远是它建议浓度的1/4。然后呢，每隔周我会用软水、清水，但是一定要是软水来让它浸泡。然后每隔周再换就是生长激素或是肥料。水耕兰花、水培兰花其实没有就是看起来它这么简单，因为其实你要一直去调整水位，然后一直要去观察根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但是当你兰花真正健康在走下坡的时候，根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，能够就如果你都做对了的话，是蛮好能够帮你兰花就是在挽救你兰花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己不断的尝试才能够找出你自己的一套操作方法。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。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，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